美国过去的汽车制造、航空业多厉害，这么一个公司怎么会垮呢？美国炒作资本市场，结果就是钱永远不会流到制造业，制造业做得苦哈哈，就搞得快破产。我做了大半天所获得的钱，不如我在股票市场操作我赚得的利润多。对股东讲，我能分多少红利，比我能做出多少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资本市场去玩的股票市场，好像不能没有它，但有了它，反正一刀双刃嘛。所以中国大陆的股市这几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兴奋的，也不是坏事啊。就制造业层面来说是好事。当我降息的结果，我的美金是往外移的，避免要外移，那最好的方法就把投资在更大的热络。美国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美国最大的困境是资产负债表是没办法缩表，没有办法，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花债嘛。第二个，它的年度赤字预算、国际贸易赤字也不断在增加，要有一笔钱来弥补嘛，需要资本市场嘛，征税嘛。但是征税是政治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唯一现在能做的就是花钞票嘛，但是花钞票又会跟国债、通货膨胀、加息又要扯在一起，它现在是一个头八个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最近联准会宣布降息2码，到年底之前可能每一个月会再降息1码，总共是降息4码。这个降息意味中美贸易激烈竞争从19年开始，其实18年就陆续有了。我们常常说5年一个转折期，今年我有感觉到是一个转折口。虽然中美之争也让中国非常难受，可是整体来讲，美国竟然先扛不住了，是这个样子吗？老师怎么观察？基本上就从总体经济学跟大型的国际情势的演变呢来看这个问题。升息是一个蛮重要的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的一个手段，降息也是如此。首先，当经济都很繁荣，生意人拿钱都很方便的时候，那你想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降息？不会嘛？那为什么要降息？社会需要资金的时候，我才需要降息嘛。那我什么时候需要资金？我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我想大力投资的时候，我想要来降息嘛。那问题现在美国最大的特点，它的投资不是在实体啊，是在资本市场啊。它今天降了更多的钱，投进到制造业的有限了。那你就来看看，美联储的鲍威尔在这一次降息的时候，提供了你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你不要猜我以后会干什么，我有我的话。第二个，美国的经济好得不得了。这2个的讲法的目的是在维持投机市场的热络，不能让投机市场看破了我。为什么投机市场对美国来讲是如此的重要？因为美国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负债就要赚钱来弥补这个债务啊。那这赚钱就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抽税啊，一个是贸易顺差。那抽税这个事情在选举里面就把它放一边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靠贸易顺差。问题美国是一个长期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它必须要从资本市场的顺差来找。全世界资本顺差最大的国家就谁？就美国嘛。美国透过这个它才有办法来平衡它的贸易逆差嘛。所以对美国讲起来，它必须如何保持这一个投机市场的活络啊。所以他必须要怎么办？不断的印钞票是一个方法嘛。这钞票出去的钱，要么在消费市场，要么就是投资市场嘛。因为会到海外去嘛。所以当我降息的结果，我的美金是往外移的嘛。所以你可以注意了，避免要外移，那最好的方法就把投资在更大的热络嘛。这就是美国他在处理这一次的降息上所考虑的另外一个观点。所以紧接着就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手上有大量美元的国家现在是忐忑不安啊。这就是常常很多人讲嘛，跟美国做贸易最可怜的是，我辛辛苦苦的去缝一条牛仔裤，赚你1角的美金，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可这笔钱我不把它换成了本币，因为会有通货膨胀嘛。最安全的方法，一个是个公司自己存放嘛，一个是国家买公债嘛。所以这大量的买的债券，这就变成美国买你的东西，结果你赚到的是一张债条。那这个债条呢，还要跟着它利率的变动，有没有？哇，我努力的结果，忽然一夜之间怎么100块变50块了？所以呢，这些手上持有大量美金的国家，苦美元已久矣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注意看看，跟国际货币挂钩的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叫中国；第二个，世界最大的能源国就是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什么？还有粮食的出口，美国也是能源粮食的出口国。可是其他的国家呢？俄罗斯、巴西是粮食的出口国，中国大陆呢是能源跟粮食的进口国。可是不要忘了，2050之后，中国可能世界的能源大国，因为绿色能源的关系。对，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不用美金就不行，可他抱着美金，俄罗斯就告诉你悲惨的故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美国既然出手了，大家在这个机会就在准备去美元化。所以美元过去是美国单方操作的
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博弈中的工具了。这个已经不是中美博弈。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哦，就是说美国现在它的热钱，它没有办法进到制造业，也就是说它都是泡泡。对，那泡泡只能不断跌泡泡啊，因为泡泡一破就会死得很难看。是啊，日本就是经典例子嘛。所以今天对美国讲的，当它的制造业有了危机，然后要复苏，不是今天明天可以出现的情况下，必须要保持好听叫金融中心嘛，粗鲁一点叫做赌场嘛，也必须透过这里所赚得的利差，它才有办法去弥补它财政的这个大洞嘛，它每年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嘛，不然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美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它根本资产负债表是没办法缩表的，是没办法，因为它的国债不断的在增加嘛，而且可以花在解决问题，还是要花债嘛。第二个，它的年度赤字预算有没有 ？S 不断在增加嘛，然后呢，你的国际贸易赤字也不断在增加嘛，这一个方法要有一笔钱来弥补嘛，就是我刚才讲需要资本市场嘛，征税嘛。对，但是征税是政治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唯一现在能做的就是花钞票嘛，但是花钞票又会跟国债又扯在一起，又跟通货膨胀扯在一起，又要跟加息又要扯在一起。我的天哪，他现在是一个头八个大。过去他可以顺利的做，因为国际上美国说了算。现在呢，就是我刚才讲过，世界的制造大国、世界的能源大国、世界的粮食大国都不想再持有更多的美元了。所以很多人也常常鼓励说啊，中国的金融管制要更开放一点。那中国大陆好像做的非常的保守，有没有？我看要加入美国规划的战局，就是把你的金融市场全部的开放吧。那你要离开都离开吧。现在G7国家就是绑住了。那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国家有没有还没有被绑住，但是手上有资源嘛？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美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其实是针对它的资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投机限制，它不能限制，对，它限制就垮了。所以老师你刚才讲到了，这是一根筋两头堵的事情嘛，因为他现在最大问题是他的贸易逆差太大，对，他靠着资本顺差来补，那资本顺差必须靠炒作资本市场，是那炒作资本市场它本质是投机的，可是你继续投机的结果就是钱永远不会流到制造业，制造业做的苦哈哈就搞得快破产，就是说在一流的制造业公司，你看美国过去的汽车制造、航空业多厉害，以前我们的电脑后面贴个 Intel 给你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这么一个公司怎么会垮呢？很简单，因为我做了大半天所获得的钱呢，不如我在股票市场操作我赚得的利润多。那我这个 CEO 我是要对股东负责的，对股东讲起来，我能分多少红利啊，比我能做出多少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必须讲，像华为就很了不起，拒绝上市。再像奇美嘛，许文龙先生，他的奇美就不上市。他就有一句话：为什么我辛苦经营的公司要给一群不相关的人来关心呢？这些人来的，他从来就是因为我会赚钱嘛，他希望我帮他赚钱嘛。他因为只看到我要帮他赚钱，至于我这个钱怎么赚，对股东来讲不重要嘛。但是对原子国来讲不一样嘛。我们当时赚钱就是靠着敲敲打打来的嘛，所以我们把它敲得更好，打得更好，就是我当时投资的初衷嘛。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资本市场去玩的这个股票市场啊，好像不能没有它，但有了它，反正一刀双刃啊。所以中国大陆的股市这几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兴奋的，有没有？也不是坏事了。就制造业层面来说是好事，虽然筹资会比较辛苦一点。对，我觉得整个世界正在巨变中。过去美国自己一个人可以玩遍全世界的故事啊，正在改变中。降息对不对？有升当然要有降嘛，怎么不对呢？可是现在美国的降跟升已经不能纯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了。真的，就是我做一个补充观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有趣的点在于，当美元不再可靠，对，所以这些富豪他们要怎么移动？因为热钱总要有地方去嘛。是啊，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俄国的富豪往中东转移，中东的富豪再往中国转移那他们就去美国就少很多。后来就可以看到台湾国家组织跟美国的在军事上当然还是美国大量驻军维持安全，但是在政治跟经济上面就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疏离，跟过去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有很大的落差。刚才我讲的是一个趋势，对，不是明天会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正在进行中，而且不可逆。除非美国在整个的制造业上能够改变，否则每年以那么庞大的贸易逆差，你又没有制造业，那你想想看会怎么操作？这个趋势值得大家了解。背后就总结，事实上就是中国的崛起跟非美体制的增长，其实是让美国过去的那一套系统整个失灵，所以这也造就美国但是又不会面对啊。对，所以美国下不来。